山水画。吸引着世人惊叹的目光，传递难以言喻的哲学思维。水带着墨在那个宣纸的缝隙中游走，蒸发了以后的定格，那才算完成。就是它总是留出一个空间，留给自然来帮它完成。这就是中国的文明中太了不起的地方。我叫张克纯，以相机作笔，光影为墨，善于用镜头捕捉山水画的意境。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它同时涵盖了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这也是我对它迷恋的一个点。对山水画的痴迷，让我创作了一系列以山水为主题的摄影作品，获得了国际关注。然而经过10年的创作，心中的山水越来越难以找到。之前我要去找的这些景，它其实是不容易找到的。我想也许该使用一些技术手段了。要是在后期上想一些办法，可能和古人的想法更契合一些。为了让摄影作品更接近传统山水画的意境，我犹豫要不要使用后期合成技术。这虽然可以减少我寻找山水的时间，却也违背了我之前用腿创作的理念。艺术家只要是对人类的命运和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关注，他什么时候都要有新的话要说。我很幸运遇到一位享誉世界的艺术家，他有着超越文化界限，将东西方文化相互转换，用视觉语言表达思想和现实问题的能力。他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正是使用水墨之外的创作方法，让全世界的人们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山水画。这个你看过吧？这个对，我看过。它其实不是一幅真实的绘画。这个最早是在德国做的，达尔林博物馆。他2战的时候丢了那个至少85%以上到90%的作品。后来我就用了这种方法，就是复制了他们丢失的这些作品里的3幅绘画。我就想让别人意识到，这些实体的作品已经不在这儿了，但是他们的影子或者说这些作品的灵魂还在。就每一个项目吧，最后它会帮助我，就是探讨中国的艺术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特殊的。别人收藏我作品或者美术馆展览我的作品，那他们展览和买的是什么东西？你的作品里是有这种东西吗？这个是我穿回忆复的。比如说你过去那些，我觉得你是拼出来的、调出来的，但是你说你是在雾中拍的，或者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山水画中隐藏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中又该如何找到我的坐标呢？是借助后期合成图片，还是保持原生态的创作？见过徐冰老师之后，我再一次来到曾经拍摄过的地方，我回想着和徐冰老师的每一次交流。而且现在你像城市化进程中，你好多地方它已经融为一体了，而且我所有的山水都是人工改变过的。期望以岱山为原点，用一次真正实践来找到我创作之路的新方向。成都现在已经很大了，就已经不好玩了。但中原地带周围的那些山早就变成了那个旅游风景区了。现在要找真正的野山，可能只有在藏区啊这些地方。
成都天气好是看得到祁连雪山的，所以杜甫没有吹牛。做文字的都更敏锐对这些，因为我们都想去实打实的去找，他们几个字儿就把它交代了，你的想象空间还特别多。其实这个就是艺术的魅力，我觉得。仔细看每一个局部啊，它其实极其的丰富。是。像这种淡出和这边的它区别，它余物的那种东西，它这种丰富性就是因为它不是物质的颜料调配和画出来的。对，它是光和影、空气的那个东西。光和影其实我觉得是最细腻的。对，细腻的光影，这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他像一位脾气古怪的老朋友，有时给我无限灵感，有时又难以捉摸。一天又阴了，你看，高原上就是它阴晴不定的，很快变化。但今天那个颜色不对，太黑了，我拍不出来。在心仪的景色面前，徐冰老师也曾经有拍不出的困扰，但原因并不是光影。杜甫草堂它有一个沿廊似的这么一走道，我就拿相机拍。我后来发现，你拍出来以后，就那个美就没了。我们看东西好看，是由于我们的眼睛吧，其实随时在调节，然后远的东西呢，它自然就给它拉近了；近的东西它自然就往远推。对，其实都是一个给它平面化。但是欧洲的绘画呢，它和咱们的绘画这种美感的来源正好相反。西方那东西是一个纵深的，不一样。中国绘画它是把所有东西给摆在一个平面上。平面性，这是山水画的特点。我该如何掌握呢？这东西又和中国的书法有关系。对，书法它所谓好看或者不好看，其实它都是一种相互让的关系。第二笔根据第一笔，然后第三笔根据前两笔的位置，最后一笔其实最重要是保持平衡的。所以它等于是一个相互有一个调节的一个关系。就这个东西，其实中国艺术中很重要的东西。我可以用一些方法，比如等待，找到山水画的平面性，呈现它独特的意境。秋冬的时候，等那个树叶掉了，然后去拍这个东西，它可以得到一个更柔和的、更平面的一个场景。但是越来越难以找到这个平面上的特殊性。山特别好看，但是你要我拍出来吧，还是缺点啥。因此，我想用后期合成的方式，在我的照片中加入一些符合山水画意境的景和物，以弥补我创作上的一些遗憾。这山上有狼啊！真的，我上次那个天快黑了，我还在那边拍，然后那狼一叫，我赶紧收机器从那边跑，往我车那儿跑。一个人还是有点害怕。对于我的想法，徐冰老师说，其实中国文化自带编码，只不过不在后期。文字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编码器。徐冰老师的艺术创作正是以中国文字为起点，获得了世界的赞誉。他告诉我，古代画家强调书画同源，并带我去看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那里应该有一些摆弄的窍门。
比如说这鸟，其实它不是表示鸟，它是表示鸟的那个叫声，特别有意思。猪、鼠、鹿、虎，对，这个还是对孩子比较喜欢。那年我是从那个喜马拉雅山尼泊尔那边，然后往上爬山，然后它那云都在动啊什么的，山啊树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那时候体会就是感觉自然的变化太快了，对对对，文字的这种表达特别被动。中国文字就是汉字吧，它差不多是唯一的一个带有象形因素的文字。方块字由于它太多了，所以学习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上千年来这么下来以后呢，在咱们的文化的性格里面就存在着特殊的东西。我们习惯把任何东西都给它符号化。我后来理解的书画同源呢，最核心的事情，都是我们生活中或者说人类看到的大千世界和这个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这隐藏在山水画中的创作秘密，能否拿来为我所用呢？本来我想找他们那2匹白马过去拍一张，但一直没找到主人。就是，哎，好像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家。哎，师傅啊，那个马是不是你们屋头的啊？没有人。没有人是吧？不晓得是哪家的。哦，那就算了，好，谢谢。啊。像这边的这种景观和马，我觉得和生活在当地的人，他是可以的。就白色马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基本上在城里你看都看不见，因为上一次我看他们有往那个拉那些石头，我去晚了没拍上。因为你路上碰到了不止一个人，各种各样的，你会选择你想拍进去的。就现在我在考量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在外面走也走了10几年了嘛，就是去找这些景，在中国，中国还好够大，能让我这样去花时间。之前我要去找的这些景，它其实是不容易找到。其实我在路上要是单纯去碰到一棵好看的树、一块石头、一个船，这个其实是很容易的。我可以去把它这些拍下来，然后最后再组合成一个东西。对，是啊，但是呢，问题是，那它就成了一个无限的东西，就是你可以靠你的想象。给拼接出非常奇特的景象。对，可以，对，就是这样。是的，但是这种的无限性和就让你的东西弱化。比如说你过去那些，我觉得你是拼出来的、调出来的，但是你说你是找出来的。对，在雾中拍的或者冬天拍的，那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你首先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限定。对。这个限定性啊，其实是极其有价值的。中国的传统艺术创作中充满了限定，这些用现代眼光看来是愚昧、陈腐的创作方式，其实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认知方法。我看啊，我们这儿做过一个芥子园画传，芥子园我们都很熟了啊。对，它是一本字典，记录了不同的大家的画法。1000年来，无数画家不断实验并承袭的山水画技法，最后被总结成为规则，让创作有规律可循。比如说什么画山填法、柴门画法、什么山坡路径法，它讲究什么东西都归纳成一个法。所以这个画就像你刚才说的，把这些典型的画法，然后给搬到这幅画里。对，重新再做。它这套东西极其成熟。就是它成熟到了，你稍微动一点儿，它就不成熟。当代艺术像我们做的东西，其实都带有不成熟性，因为在过去的人类的这种艺术体系中没有这种东西，也没有人告诉你这应该怎么弄。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发现没？艺术史上记载的其实都是补充了一点这个系统过去没有的东西的人。其实艺术到现在它仍然是这个东西。我了解。所以要想找到一条长时间去走的路，真的很难。这也是我这些年的一个困惑。你刚才不是说一句话？你说幸亏中国大，它一定是有你应该找到的那个位置。
当然很难。对，的确，但是一定有。哪怕你比如1年你找到了1张，那这张就了不起。他说：“哪怕你1年能找到几个地方，就挺不错了。”他是这么说的，当时。就是所谓宇宙，就是上下四方谓之宇嘛，古往今来谓之宙。它同时涵盖了时间和空间。我觉得其实是像山水画好的东西，它做到了这一点。这也是我对它迷恋的一个点。用摄影来做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摄影本身它的局限性很大。但我还在想办法，就是怎么样把它结合得更好一些。还是想和这个时代有所联系，包括肯定会体现一些这个时代就是不同于其他的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为了一个拍一张好看的山水画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就我们认识你在央美那个未来展上面，第一届未来展，对，那就是那次。对，当时我是被归纳在那个蔓生长里头。就是蔓生长就是草蔓嘛，草芥子，野生的。对。因为我是半路出家，他其实不是那么系统的在做东西。没关系，我觉得不系统反倒，因为现在有意思的东西都是在系统之外的。但我就想，还是想，就是像您，就是很多一些科学的方法来做事情。我在成都生活，就特别的散漫，就是成都人，对，成都是一个很古代的城市。我小时候也是在一个镇子上长大的。小时候就是瞎玩呗，就是河边钓钓鱼啊，什么踢踢球啊。我在上海也待过，然后我就不太适应那种生活，我觉得每天节奏太快了。其实现在人也很矛盾，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一部分我们又愿意去享受城市化或者是高速变化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但一方面，然后我又愿意就是很舒适的坐在这儿，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而且现在你像城市化进程中，你好多地方它已经融为一体了。哎，太苦了，不是一般人呢可以干的事儿。不是我这个膝盖不行，我踢球踢的把膝盖踢废了。哇，全是刺啊！神仙光来了！不要动，马不动，不动！不要动，马不要动！我之前在山海关也拍过马，但是那个马它作为旅游区，牵着马就让游客骑一骑，给几十块钱。那些古意的东西，遗留下来的东西，真的越来越少了。要找到这些场景真的很难。所以这次我想更不要和现代有那么多的东西。他们毕竟生活在这里，好多还是养着牦牛、养着马，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我觉得。你看那些好的艺术家、有意思艺术家，他就等于是给这个领域带来了一些这个领域过去没有过的东西，和这个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这个社会现场之间的这种复杂与纠结。艺术其实有一种东西是非常可贵的，这是什么呢？宿命性。和它的诚实度，作品的诚实度在于，它会彻底的记录你这人的性格，和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古人的创造成为今天的传统，
我们此时此刻的创造，未尝不会成为未来的传统。该怎么面对传统呢？也许需要从我的山水出发，去找答案。准备。不是我下个月我说又想去那个山里面拍东西，我现在就担心晚上那个狼的事情，还有点害怕。就这些都会有，包括心里的狼。我觉得都会去面对吧，去解决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请记得在影片下方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请记得订阅频道。